皇上，罪妇不求皇上恕罪，罪妇也不愿落胎，罪妇愿意怀着孩子与孟祥和一同受死。你可……罪妇叩见皇上。揭开你的面纱，让朕瞅一瞅。果然和雪倾城长得一模一样。朕问你，当初被何人所劫，又劫到了何地？罪妇也不知那些劫匪是何身份，他们都蒙着面，罪妇看不清他们的脸。他们将罪妇用一辆无窗的马车送到了一处神秘的山谷里，罪妇连方向都辨不得。但罪妇逃出来的时候，遇到了一头野象，然后罪妇一路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是云南的一处深山林。果然是吴三桂干的好事。劫持罪妇的人是平西王爷。可是，平西王爷为何要劫持罪妇呢？莫非是家父生前与平西王爷有过节？你父生前给朕上了一道密折，揭示了山西官场的贪腐无案，这其中有提到刘德昭和吴三桂暗中勾结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舒婉欣，朕问你，你本是汉八旗的秀女，未经过朕的选秀，不得私自婚配，你被人绑了。按道理来说，你逃出来以后，应该立即报官，听候朕的处置。没想到你将错就错，与你的情人孟祥和跑了，如今还有了身孕，你可知你已经犯下了欺君大罪？罪妇知罪，请皇上治罪。看在你亡夫的份上，朕可以饶了你的性命。但愿你落胎之后，交由舒氏的族长看管，另行婚配。至于你的情人孟祥和，他必须死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罪妇不求皇上恕罪，罪妇也不愿落胎，罪妇愿意怀着孩子与孟祥和一同受死。你可知孟祥和私自诱拐秀女，按律例应当处以凌迟极刑。你愿意和他一起千刀万剐吗？罪妇愿意，且甘之如饴。罪妇与孟祥和山盟海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就算千刀万剐，罪妇也愿意同孟祥和一同领受。望皇上成全。皇上，您后宫佳丽那么多，多一个舒婉欣不多，少一个舒婉欣不少。何况孟祥和也是信义之人，在山西的时候，曾经冒着生命危险，暗中帮过咱们呀。龙小弟，你就放过他们吧，成全他们吧。谢皇上恕罪，也谢皇上杀了裘贵这落网之贼，替罪妇报了血海深仇。朕念在你生父的份上，饶了你过往之罪。但是从此以后，你不再是舒婉欣，那身处宫中的丽妃娘娘才是舒婉欣，你可明白？罪妇明白，罪妇明白。退下吧。谢皇上，愿皇上吉祥如意，万寿无疆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芳华淡，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手握乾坤。龙小弟，谢谢你，最终还是成全了舒婉欣跟孟祥和。想不到孟祥和一介布衣，上无寸瓦，下无寸土，居然有舒婉欣这样的女人，堪与她同甘共苦，生死与共。朕这后宫佳丽无数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如此真心待朕。龙小弟，我也跟你同甘共苦过啊，我还几次拿命救你呢。所以朕很感激你，感激你给了朕
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美好回忆。可是你始终坚持不肯做朕的女人，终有一天，你要和你的丈夫同床共枕，生儿育女。朕终究不过是个孤家寡人罢了。叹千秋，万世怀言，数几许情愁，望月凭栏，星辰如梦，心缱绻。这一次真是凶险，你们3个差点就被索额图给连锅断了。幸亏太子随机应变，巧妙地处理了危机，很好。虽然如此，但在康熙和索额图心中，多少会起疑心。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啊！义父和师傅们放心，索额图一直怀疑我和奕欢是吴三桂的奸细，所以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下一步的对策。我们会帮助康熙粉碎雪衣居士的行刺计划。如此一来，康熙自会对我们深信不疑，索额图对我们的怀疑也会稍有减轻。只是如此一来，雪衣居士怕是要性命不保了。他虽然是吴三桂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奸细，可到底也是前明的志士，况且我们还有10几年的交情，我心中很是不忍心。夫人，我们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。雪衣居士为了一己的私仇，居然效忠吴三桂这种奸贼，他还想要暗中除掉奕欢。这种人，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！樊兄说的甚是，对雪衣居士，我们不必手下留情，但我们协助康熙拿下雪衣居士，吴三桂一定会跟咱们翻脸的。其中的利弊，我们还要好好的权衡一下。咱们跟吴三桂结盟，都是为了各取所需，并非出自真心，所以他才会向我们隐瞒雪衣居士的身份，在暗中命令雪倾城杀了奕欢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给他一点教训。义父说的是，说不定经过这个回合，咱们和吴三桂的联盟才会更加牢固。皇上，还是吃点菜吧。丽妃，朕今天很不开心。朕给吴三桂下了一道旨，让他进京养老，他居然以年老不堪跋涉为由拒绝了朕。他如此公然抗旨不遵，这满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个敢吭声的。朕心里咽不下这口气，早晚有一天，朕要亲手结果了这老贼。